各位好，欢迎来到227玩家。最近很久都没有更新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我现在已经离开了上海，在东京生活。这期我不给大家分享什么数码产品啊，就聊一下我在东京租房踩的那个坑。我是2025年4月1号来东京的啊，其实这次是我第2次来。去年的10月份曾经来旅行过，来之前我就想，这次我去东京是长期生活啊，我满脑子都是之前对东京那个印象，拉面啊，深夜食堂啊，樱花树下的春天，4月1号正是樱花的季节。但是我没想到啊，迎接我的竟然是噪音脏乱、极不负责任的这个中介，还有我消失的那15000块钱人民币。那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狭小的房间啊，咱们看看我在日本花这个57500块钱一个月房租租的房子啊，1米都不到。这块一小桌子，我后边就是墙，看吗？我身后就是墙，不隔音，就这么宽，1米宽。床，这房间3米乘1米7，1米7可能都有点多，也就这么宽。然后这么一个没地方晾衣服，就这么个柜子，他妈贼旧贼破，没了，就这么大地方。这边就门，看到吗？手枪型的房间。然后这块专门挖出来个房间，那里边睡个大哥。我床在这儿，他床就跟我一墙之隔，我俩头挨着头，中间就隔个木头。画了个平面图。黄色的部分是我租用的部分，红色的部分呢就是那个大哥啊他的房间。那这个房间原本呢就是个3×3的9平米的房间，那现在呢分别隔成了红色和黄色2个部分啊。那这个亮黄色的部分呢是我的床的位置啊，可以看到我这个可用的空间非常的狭小啊。这房间贼臭，因为啥？我给你看看公共区域啊。我给你看看公共区域啊，这全是房间，这外头10个房间，出来就是厨房，你看这厨房，啊那块是洗澡的，这块是厕所，都贼脏贼臭，厨房贼破旧，你看看，看看这脏的，我操，这洗澡的，这厕所贼脏贼臭，看看那个吸味那玩意儿我买的也解决不了。这洗脸的地方，看到吧？也是贼脏贼臭。哎，就这样。这还放个桌子，你栽楞个膀子，搁这块栽楞着洗脸，这上面全是灰，特别脏。这都是房间，这边啊，1、2、3、4、5个，这边6，看到没？7、8、9、10个房间一层啊！现在有人洗澡的地方不给你看了，然后那门就出去的，就这么大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共区域的平面图啊。除了我的黄色床铺之外呢，其他还有9个房间啊，有9个床铺。那其中有2个呢是上下铺，那么总共10个房间挤在一个9.2米乘7.5米的面积里面。像这样的楼层呢有3层。这是1楼，上面还有2楼和3楼。那么平面图呢，大家看不出感觉。我们看一下 3D 的模型，感受一下这个房间到底有多压抑啊！看起来像不像是某个国家的监狱啊？这种感觉。就这样，就这么大点儿，要我5万多。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它的噪音。我呢就跟房东提出了这个建议，一个就说公共区域的卫生啊，这确实有点差。那他说他们会收拾啊，每周会有人倒垃圾，每周啊也是1个人倒垃圾。噪音的问题啊，房东竟然建议我戴耳机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个毕竟生存还是很要紧的。我不差那么点房租啊，他这个房间要5万块一个月，而且他是一次性收1年的。
那我想，哪怕房租现在是10万一个月，也比我在这里就完全没有休息。你知道，一个人如果整天整夜不睡觉的话，那是要命的，那会死掉的呀。所以我想，我不行，我还是得活着呀。那我就再找找别的房子吧。也巧了，经朋友介绍呢，就租了我现在录视频的这个房间。那这个房间就好很多了，完全是我一个人，而且房东是政府，他这种房子叫团地这种房子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。那这个房子呢，我准备下一期视频再来说。那我现在还是说完前面我的那个房子的事情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房子，我觉得看起来比视频里要小一点，而且它明显是后隔出来的。它原来这个正方形的房间，它硬隔成2个房间，为了2个房间都有通向走廊的门，它就做了这么一个手枪型的房间。那这个手枪型的房间，它的整个尺寸呢是这样子。其实空间呢，在视频里呢，多少我也有一些了解的。当时我在上海，虽然不知道东京大概的一个房租的情况，但是我通过各种视频，我了解到，在那个季节呢，房子是特别难租的。我现在在东京，以我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其实4月份也并不会比其他的月份更容易租或者更容易一些。主要因为我租的这个房子，它的房东和中介他都是中国人，他们虽然离开了中国，但是他们还是要吃中国这碗饭，所以他的房子呢还是要租给中国人。那他租给中国人，其实就导致4月份因为学校开学，这些中国的学生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受众的群体。那这些学生有什么特点呢？一个就是来读语言学校的学生，大部分都是有一点积蓄的，之前不太了解日本的，没怎么来过这样的人。还有他们不会日语。因为会日语的人，他不会去读语言学校，所以就这些不会日语的人，他就不够了解日本，就成为这些目标。那所以他们认为4月份房子是很好租的其实放眼东京整个的租房市场来说，影响并不大，主要就是华人中介，他们把这样一个非常小的房间要租5万日元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房间我前面还有我的卧室后边这个厨房，这边还有独立的卫生间，还有洗澡盆。这一套房子我租下来也不过就是6万多，不到7万的这个价格。但是我那么小的房间，公共环境极其脏，并且半夜有这种噪音，这种情况租5万块一个月。那虽然5万其实不贵了，2000多块但是我不了解这个情况，我不知道这个房子会这么的吵。它吵到一种什么程度呢？就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就有人咚咚咚的从这个外挂楼梯里跑下来。我那个房间刚好就在那个外挂楼梯的正下方，正对着那个外挂楼梯。我睡觉的时候头就顶着那个墙壁。日本的这种老的建筑一点都不隔音，所以有人从楼梯上跑下来走下来，这声音非常的大。它不只是一个人。大家刚才也都看到我拍的公共区域了它3层楼每一层都有最少10个人在里边住，会经常有人上下楼梯，就会把我吵醒。另外一个就是隔壁那大哥打呼噜的声音。这大哥岁数有多大呢？我这么跟大家说吧，我今年40多岁了，这大哥比我爸还大2岁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整这事儿这房子我实在是住不了了。那住不了呢，就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就想找新的房子，我就跟房东还有中介谈解约的这件事儿。结果呢，房东和中介来了这么一套。首先呢，房东你看他是这么回的：房东，我有朋友回上海，他的房子可以给我租住，这边的房子我不住了。好的，但是房租退不了，屋子收拾干净了，押金可以退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搬去你朋友那里呢？房租为什么不能退呢？从来也没说过房租不能退你签订的是1年期的，为什么觉得可以退呢？没签合同你跟中介联系吧，房租押金你没有交给我，所以合约是中介跟你协商好的。您没收到房租是吧？那中介就是骗我了。我收到了，他给你定的是1年，协议不是白字黑字，
口头协议、聊天记录都有。1年期的1年付款是大家共同商定的，你自己的问题不准那么你自己承担结果。当时我跟他说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安静，但是你这里不安静，是他骗我了。聊，安静，你定得了？大家共同生活的地方，他要保证的是什么安静？我没跟你交流过，不太懂。聊很多人一起生活。我说要一个安静的住处，我不知道你这里这么多人的。你跟中介怎么前期交流的，我不懂。你们好好沟通吧。中介躲着我，不回我话。我只觉得人要有原则，有契约精神，自己的问题自己承担，而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就不别人。我其实是无所谓的，我当时是这么想的。我之所以来日本，是因为我的遭遇，我觉得种种不幸，可能到日本就不会遇到了。但到日本之后呢，他们还这样对我，甚至这个不跟我签合同。那这不签合同这个事儿呢，确实是太狠了。不签合同，不留真实姓名，不留公司信息。那我现在所知道的，也就是中介的这些信息。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房东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姓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他连电话号码都不给我，他不留任何的可维权的凭据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算了啊，我就算是吃这个亏了，是吧？35000块人民币嘛，我也不是消费不起，就当我买个相机丢了嘛，是吧？所以我就租了现在这个房子，我就搬过来住。那后来又跟这个中介跟他谈，那我跟他谈下来，后来他就决定说退给我押金啊，退我2500块钱押金，要扣掉电费，电费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电费他跟我说是55日元1度电，那我不知道日本具体的电费的价格是多少，但是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嘛，日本电费的价格其实是有公式的。55日元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2.6块、2.7块人民币了。那2.7块1度电，这明显是很贵的。那日本真实的电价大概是在20几。那他跟我说是工业用电啊，用这个价钱来收，电表都是分开的。那我一个小房间1个月，反正电费也能干到1000多块日币吧，也还行，我没觉得太贵。所以呢，他退我押金的时候又扣了1000块钱的电费钱，也没有细则，人家几度电多少钱呢？没有，直接退了我2450的押金。我就说这个租金呢，我没住，你是应该退给我的。他说那你违约，你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，是不退的。我说你要这么搞的话，那你就好自为之吧。我也跟介绍我的这个人透露了我想要维权的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吓唬我说你要去告的话，你告不赢的。他以为我不懂，但是其实就租房子不签合同这一件事儿，他们就已经违法了。你怎么能租房不跟我签合同呢？是吧？所以我就决定我要维权，我就跟他们这样讲的。那他们就有些害怕，他就说这样，你住了1个月零9天零10天，那我就扣你这算2个月，那我就扣你2个月的房租，我额外再扣你3个月的租金，就是15万日币的租金，就是你违约的违约金是3个月租金，这也挺狠。我说可以，那没问题，你先退我吧。那他就先退我了。我退了这个钱呢，我还是要去维权的，因为他毕竟欺负了我，他从一开始呢不跟我签合同，搞这一套东西，又噪音这么大，你给我介绍的这个房间什么水平啊，你要说清楚的呀，没说清楚，就这么一个小视频，连公共空间看都没让我看过，厕所不说了，真的简直就是噩梦一样啊！我那1个月啊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活下来的，那脏成什么样子啊！我还要去洗澡。东京这里4月份的时候，说实话还挺冷的，下起雨呢，特别是刚来啊，4月1号那几天下雨，那体感温度都是1度2度的呀。在那么一个艰苦的环境里，那个小屋真的是连工地的工棚都不如啊！我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，很难过。我现在肯定是找律师去起诉了，但是因为每天日程太忙了，我还没有倒出时间去找律师跟他们谈，看看怎么去维权。住了1个月零10天嘛，整个消费是1万5块钱人民币，因为他是收了我3万5的人民币，
那这里我要说一下，我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太信任的这个中介这个小姑娘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岁数挺大了，40多岁，她也没必要骗我。我觉得她要该挣的钱挣在明处就好了。我没想到她会骗我，这点呢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包括我的同学啊，在日本的很多年的人，他都告诉我说，这些中介你就不能信的，他一定会骗你的。那果然他就是骗。所以如果你未来要来日本找房子的话，我劝你千万不要相信介绍的中介，比如说留学中介介绍的房屋中介，可能你这留学中介还挺靠谱的，但是他介绍的房产中介啊，他就不一定好了，不一定靠谱了。那我这里推荐大家呢，是可以上这个网站，因为我这个房子是在这个网站找的，是日本的，它叫都市再生机构，其实是日本政府的地盖的日本政府的楼，专门就租给这些普通人住。当然我们外国人也可以租住啊，但是这个你要经常看这个网站，因为它上面经常都是满的啊，可能空的房间不是特别多，它有时候空出来很快就会租掉了。首先就是这中介的问题啊，就是黑中介。我现在冷静下来，我回看我跟中介的这些聊天的记录啊，他竟然觉得我从这里退租呢，是给房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。房东他不是去优化他的产品，大家可以看这个 Airbnb 上的民宿啊，它可能价格是比我住这个要贵一些，甚至贵2倍这样的价钱。但是人家确实把这个服务优化的很好。我不是说服务嘛，产品就是你这个房间嘛，服务也就是房间附带的这些东西嘛。他不去优化这个，他把这些东西做得最烂，他就用这种稍微低一点的价格，但是它的品质差了很多了。这么小的房间没有人愿意住的，觉得很多监狱看守所都不一定有这么差，又这么吵，又这样的老的一栋房子，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，关键是不签合同。这不签合同这个事儿，其实就已经明显是骗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避坑啊，就一定要注意这种老乡中介不签合同的。还有就是他的视频不完全。对我来说这件事是个意外，只是我不小心踩了这么个坑，那我离开之后其实跟我就没关系了。那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踩这个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对我来说，对咱们来说这是一个意外，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门生意，他们稳定的要做这个生意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合法赚钱的套路，其实不合法，不签合同一定是违法的。那具体违什么法呢？这个 ChatGPT 也告诉我了，我还是总结一下吧。避坑指南呢，大概就这5条。第一呢，永远不要通过微信私下转账预付房租，尤其是汇款到私人账户。第二呢，就没有合同就不住，没有押金条就不交钱。这边不叫押金条，这边叫领收书，就收据。第三呢，一定要求中介出示他的宅建免许证号码，并且到他的公司查，他是个正规中介，他不是个像我这样的黑中介。第四，视频一定要包含房间和公共区域，最好还包含房间的外围周边。如果这些都没看的话，就不要租这个房子。如果拒绝提供的话，那一定是有猫腻的。还有一点就是黑中介呢，他会通过一种心理的手段，他会前期给你推一些很正常的房源，都是日本人房东的那种。你也知道日本这边日本人可能很多房子他不愿意租给外国人，他们就专门去推这一类的你成交不了的，你租不下来的房子看起来价格也都还可以，基本价格都在8万到12万之间，我都是能承受的。我就让他去帮我申请那些房子，结果呢，他给我反馈的信息都是人家不行已经租掉了或者现在没有了，或者人家管理公司要求必须实地看房才能租给你，还有说什么这个不允许海外担保，你看人家搞的专业名词，海外担保，反正不行不可以，给我一种错觉。让我觉得我想在日本租房租不到了。那这个时候他又抛出这个民宿老板我认识，不用签合同，你交钱就能住，方便，网上都有宿舍嘛，房间小一点，你睡就行他给我一种心理预期，
我觉得也行哈，因为我以前干工地的，什么苦没吃过呀？我在工地的工棚也睡过，但没想到啊，他这个工棚他不是工棚，连工棚他都不如啊。他这东西5万块一个月，实际5万块一个月。我跟你说，这房子我觉得高于2万块钱，就在日本的人他是别想租出去，他太扯淡了。5万块一个月，5万块那么好赚呢？是日本这边很多人他月薪才20多万。你说你5万块一个月，你就租这么破一个房子，不如到千叶是吧？能租一个很大的房子了，5万块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被这种黑中介控制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就可能你也不认识日本的这边的人啊，这边的中介啊。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多联系。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着急，就千万不要慌。像我那个时候，其实我不用着急的，我4月10号之前来都可以。我3月10号我就开始找房子，我3月18号因为他搞了1个礼拜嘛，他从10号开始给我发房子，租不下来，就是每天这样搞，我就陷入到他的这种心理战里面。这个中介是很工于心计的，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做不久的。他这样做的话，反正我这次肯定是要起诉他了，他违法了。那我不管诉输诉赢，那这是我对日本社会的一个测试。如果日本社会也用这种调解啊、讨浆糊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那我其实跟我原来待的地方也没啥区别，我也就没啥必要非得来日本创业了，还要学日语，怪费劲的。所以我就决定用这个事儿来测试一下。如果有什么更新的，我会给大家更新。那基本就这样，这就是我的第5点建议，就是遇事儿不要忍。日本这边其实它是有完善的体系的啊，比如说它消费者服务厅啊，是什么国民生活中心，它有专门服务外国人的，就直接打这个电话，它就直接中文就可以为你服务，它是有中文翻译。国民生活中心呢，它会给你2条推荐，一种呢是用消费者厅啊去调解，还有一种呢，他们有个律师会。这个律师会一般我们初到日本嘛，刚来不到6个月啊，这种外国人。我们又在日本没有收入，所以他们律师会提供免费的约谈这个服务。我就是因为想使用体验一下他们这个服务，他们这约定时间都是在下午，我现在下午有固定的这个课要上，学日语的课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去跟这个律师聊，所以我这个事儿我现在就没有再向前推进一步，就到这个律师这个程度。我准备能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我如果能换到上午上课的话，那我下午就会去找这个律师聊这件事儿。那基本就这样。今天刚好在东京生活2个月的时间，我觉得东京很美，它适合慢慢的去体会。而且东京也没有网上很多人说的那么压抑。我觉得那些压抑大多数来自于我自己的内心，因为我在这儿没朋友嘛，所以我才会觉得压抑。然后这房间看起来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空空的，觉得好像挺压抑的。但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压抑的，就完全可以放开手脚，重新去探索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，欢迎你可以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如果你对我的下一步在东京生活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，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。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